小果兄弟这趟的货我全包了，一共3000块，一分不少，现款现交。我的老天爷，3000块，出海一趟就赚了3000块。咱们在厂里干1个月才30块钱，他不吃不喝干10年也赚不到这一趟的钱啊！海叔，这是你的分红，拿着。小果，这太多了，我就是个拉网的，你管吃管住，还给这么高的工钱，这分红我不能要。拿着，我说过，跟着我陈小果干，只要出力就吃香的喝辣的。柱子100，大强100。谢谢果哥，谢谢果哥，以后我们这条命就卖给果哥了。谢谢果哥。哟，分钱呢，好大的排场啊，陈老板。赵老板，今天怎么有空来码头？哼，老子的船靠岸了，老子不该来看看吗？陈小果，你拿着我的破船出海一趟赚3000块，你胆子挺肥啊！你真把自己当成这片海的霸王了？船是你，但租赁合同白纸黑字写着清楚，3年期限，现在还有整整2年才到期，租金我按时交，1分没少。我赚多少钱靠的是本事，跟你没关系。陈小果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你就是一个连饭都吃不起的泥腿子，凭什么赚3000块？这木头是我的，发动机是我的，整艘船都是我的，海里的鱼就该是我的钱。你不过是借了我的风水，用我的工具捞我的钱。你讲不讲理？3年前这艘船发动机都烂了，是你死活不肯修，扔在码头上生锈。是小果挨家挨户借钱，把船修好，把窟窿堵上。头1年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在海上漂了半个月，差点死在风浪里。你那时候怎么不说船是你的？哎呦，老东西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！都给我退下！赵老板，你想怎么样？直说吧。哼，我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这船我不租了，今天我要收回自己干，我要亲自带着人出海下网。你这是毁约！合同没了，在这片码头，我赵浩南就是规矩，我的话就是合同。带着你这些臭要饭的穷鬼，从我的船上滚蛋，别脏了我的甲板！赵大少爷，赵老板，求求你给我们留条活路吧！这船是我们用命填出来的。老东西，哭也没用，船是我的，钱也得是我的。你们赚够了，该滚了。再不滚，我连你们今天赚的钱都扣下。赵浩南觉得抢走了这艘船，就能抢走海里的黄鱼，愚蠢至极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船连个屁都不是。真正让每次出海满载而归的，根本不是这堆破木头。好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好，船是你的，产权是你的，你想要收回去自己干，行，我还给你。小果，不能给呀，给了我们吃什么？算你陈小果识相，看在你这么懂事的份上，你今天3000块钱我就不没收了，当是赏给你的遣散费。不过，怎么，你想反悔？船上的设备有的是你原来配的，有的是我这3年自己花钱加装的。既然我不干了，我的私人物品我得带走。让我回一趟驾驶舱，收拾几件属于我的衣服和东西。收拾完，我立刻走人。去吧，把你的破铺盖宝、臭袜子全都给我拿走，别留在上面恶心我。我亲自盯着你，看你能拿走什么值钱的破烂。快点收拾，别磨蹭！除了你那几件破衣服铺盖，船上的一根铁丝你都不能带走，我都找人盯着呢。在黑白电视机都是稀罕物的1986年，这台日本进口的电子探鱼仪简直就是外星科技。当年我跑遍省城走私市场，
花了整整4000块和2条红毯衫才把它弄到手。陈小果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机器现在装在我的船上，那就是我的财产，这是整艘船的一部分，你敢动它一下试试？赵浩南，你搞清楚，这台机器的发票上写的是我的名字。当初这艘破船连个指南针都是坏的，是我自己掏钱装的它。少废话，发票算个屁！只要是固定在老子甲板上的东西，就全都是老子的。你今天敢拆一个螺丝，我立刻去乡公所告你破坏集体生产资源，让你去蹲大牢。行，机器我不拆，留给你。算你小子识相，有了这玩意儿，老子出海那就是开着探照灯捡钱。3000块，老子一趟要捞1万块。不过，机器是你的，里面的东西是我的。你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这台机器的核心，里面存着我这3年每一次出海换来的鱼群节点、海底暗礁坐标和水温曲线。你疯了！你把数据删了！你敢删老子的发财路？把卡给我交出来！陈小果，你疯了！你他妈疯了是不是？你个眼红的废物，自己滚蛋了就想回老子的设备，这破卡值多少钱？你赔给我！这是我3年来在无数个熬红眼的夜晚，守着破煤油灯一笔一画测出来的纯手工海图。这是我能找到大黄鱼越冬圈的真正秘密。什么破纸？老子还以为你藏了钱，一堆破画，你拿这个糊弄鬼呢？怎么不带走了？虽然一文不值，但这船上的纸一张也别想带走。陈小果，你干什么？这凝聚了我3年心血的海图，在烈火中剧烈卷曲，看着最后一片纸片化灰。火灭了，船还是你的。你不是觉得船是你的，鱼就都是你的吗？这台机器现在就是摆设，这艘船现在就是个瞎子。你以为有艘破木头船就能捞到钱？你以为出海是过家家？东海的海底哪里有鱼，全都刻在我的脑子里。这些坐标，这上海图，是我陈小果的命。你撕得碎合同，但你抢不走我脑子里的金山。呸！陈小果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，吓唬谁呢？没了你这几张破纸，老子照样能打满仓的鱼。你就是个只会故弄玄虚的跳梁小丑，你在无能狂怒。好啊，那我就睁大眼睛看着赵老板是怎么开着这艘盲船去海里捞金条的。千万别死在海上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。看吧，被赵大少爷赶出来了，连个铺盖卷都不敢拿。胳膊拧不过大腿啊，陈小果这就认怂了。可惜了，这下子他又变回那个穷光蛋了。小果，衣服没拿就没拿吧，人没事就行。走，下船。全码头的人都给我听着，这艘冷冻船正道出海，从今天起我赵浩南自己开，明天一早出海。陈小果用这船一趟能赚3000，明天我亲自带队，保证满仓回来。从今天起招募新船员，工资比陈小果给的双倍，谁愿意跟我干？赵老板，我干，我有力气，我报名，我跟你出海。重赏下拜必有勇夫，可他们不明白，没有船长的眼睛，这船不过是一具棺材。明天出海，让灰溜溜滚蛋的废物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造孽啊！老天爷不长眼啊！咱们3年的心血就这么被人抢走了，没了船，咱们以后吃什么？海叔，抬起头来，直视我的眼睛。你真以为赵浩南抢走的是一艘聚宝盆？那就是一具漂浮的棺材。汉鱼衣被我清空了，海图被我烧成了灰，那艘破船现在就是个瞎子笼子。赵浩娘那种废物，开着瞎船去深海，纯粹是找死。那小子不会是想把船开走了吧？
就算他捞不到鱼，咱们也没船了。没有船，咱们脑子里有金山也挖不出来呀。咱们就这3000块钱了，3000块，连个破木舢板都买不起好的呀。不买木船，木船扛不了深海的风浪。我们要买就买铁壳船，500吨级的远洋铁壳船。铁壳船？小果，你疯了！全县就只有1艘县水产局退役的2手铁壳船，卖价要整整5万块，卖了咱们也凑不够零头。5万块，在1986年，这是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不吃不喝也攒不够的天文数字。5万块而已，走，跟我去县里，去县农村信用社找王主任。找他干嘛？他那个人出了名的势利眼，咱们1没抵押物，2没担保人，他怎么可能借给咱们几万块钱巨款？提网，转车加速马力，给我拉上来！没有了我的眼，这片海域对他而言就是深渊。这重量是爆网了，大鱼群！老子就说没了陈小果那个泥腿子，老子一样能发财！拉，都给我用力拉！鱼呢？我的黄鱼呢？怎么全是垃圾？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赵老板啊，这半个月这已经是第5趟了，咱们在海上像没头苍蝇乱撞，那台探鱼仪是个瞎的，什么都扫不出来，咱们连个方向都没有，怎么下网啊？还下什么网啊？船上的柴油底子都快见底了，这半个月光是烧掉的高价柴油钱就倒贴5000多块了，咱们连饭都没得吃，天天啃发霉的干粮，再不回港，咱们连开回去的油都没有，全得死在这海上。陈小果那个废物都能一趟赚3000，我是船主，我怎么可能捞不到？一定是你们不卖力气，把最后的底油全加上，往深海开。今天捞不到鱼，谁也别想回去。你就是陈小果，买什么退役的远洋铁壳船？是王主任。县水产局那艘500吨级的2手铁壳船，局里急着回笼资金5万块现金，你一个承包破木船的，张口就要5万。王主任，小果他有本事的，他真的能捞到鱼。陈小果，你凭什么保证你半个月后能还上5万本金？王主任，你桌子底下压着的是今年的水文报告吧？那你应该知道，今年冬天拉尼娜现象提前，北方的寒流比往年冷了3度，这就导致东海近海的水温下降极快。这3个点位于鬼见愁暗礁群外围，受寒流影响，大黄鱼群为了避寒，必须寻找温暖的底层洋流，而这正是漩涡中心。木船去了，必死无疑。只有那艘铁壳船能顶进去。那里聚集着最大的一波鱼群，不低于30万斤。半个月时间，一网下去就是金砖。我不但能连本带利还清，还能让那堆无人要的废铁变成印钞机。我还不上，我这条命就留在海上，不回来了。好小子，有种！喂，财务科吗？马上提5万块现金到我办公室，马上！大团结，装麻袋里。字儿签了，钱拿走。我王某人今天就赌你这3个红圈，你要是真能成，以后你在这县里的资金我全包了。多谢王主任。小果，咱们真的借到了5万块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这要是全买成白面，能把咱们村埋了。还说挺直腰板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远洋铁壳船的大副。走，去造船厂提船。哟，这不是要一趟赚1万的赵大少爷吗？怎么空着船回来了？鱼呢？看那船的吃水线，轻的都快飘起来了，连根鱼毛都没捞到吧？活该！强抢别人的劳动成果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！都给老子闭嘴！老子是运气不好，老子有的是钱，老子再买油，下次一定能捞到！号什么丧？老子还没死呢！陈小果，他刚才去信用社了，王主任批了他5万块的现金。什么？5万块？王主任疯了吗？借给那个泥腿子5万块？他要干什么？他要去县造船厂买那艘退役的500吨远洋铁壳船，他想买铁壳船翻身，他做梦！都给我站起来，去船厂，立刻去废旧船厂！谁今天帮我拦住陈小果，我给他发500块奖金！老天爷！小果，这就是咱们要买的船，这比县政府的办公楼还要高啊！
这要是开到海里，那要抓到还能动它？刘厂长，干什么的？招工去后勤部，我这里忙着呢。我来买船，港口那艘500吨的2手铁壳船，听说你们价5万块现金急售。你买铁壳船，那可是5万块，你知不是5万块概念？把你骨头拆了卖渣子也凑不够这个数。去，别在这里消遣我。合同拿出来，只要船的发动机没报废，船体没漏水，这船我今天就提走。合同在这儿，水产局盖过章的，只要填上名字，钱款当面点清，船你开走。但是丑话说在前面，概不赊舰。停下，不准签字！这艘船我赵浩南要了。刘厂长，这船不能卖给他，我出钱，我买。哟，这不是赵大少爷吗？您这是怎么了？刘厂长，这小子就是个吃不起饭的泥腿子，不可能有钱买铁壳船。这船我买了，他出5万，我出5万1。赵老板，做事讲个先来后到。这船是我们看上的，合同都要签了，你凭什么中途抢船？凭什么？就凭老子姓赵，就凭老子是这片海最大的船赌，老子愿意多出1000块钱，这就是规矩。刘厂长，我多加1000块，合同立刻给我签。哎呀，价高者得。赵老板，那这5万1的现金……看到刘厂长要钱，赵浩南的气焰猛地卡壳了。那个刘厂长，这几天刚出了一趟远海，资金周转上有点稍微的紧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赵浩南的信誉在这片码头谁不知道？我手里有一艘冷冻渔船抵押在这里。这铁壳船你先让我开走，下个月只要我用这船捞一趟，余款一结5万1000块，我连本带利立刻给你送过来，我可以给你打欠条。赵老板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您拿一张欠条就要把船开走，我没法向上面交代啊。这规矩可是现款现货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刘厂长。赵少爷，您这不是让我难做吗？陈小果，看到了吗？这就叫实力，这就叫背景。你以为你去信用社借了点钱就能翻天了？在这片地盘上，老子想让你生你就生，老子想让你死，你连块木板都摸不到。跟我斗，你这辈子都只能趴在地上吃我剩下的。要不咱们再加点钱？面对这种空口白牙的白条，海叔感到了绝望。可他不知道，我根本没打算跟他玩这种加价游戏。陈小果，你敢动我？刘厂长，马上叫保卫科把他轰出去。刘厂长，生意人讲究的是落袋为安。你是想要一张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欠条，加上一个空头支票，还是说你更喜欢这5万块一分不少，现钱现货的真金白银？这绝对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！你个泥腿子去哪儿弄这么多现金？你抢银行了？刘厂长，这肯定是假钞！赵浩南，给我把你的脏手拿开，别碰陈老板的钱！刘厂长，你敢打我？我可是……你是什么都没用，一张破嘴加一张白条就想提走500吨的船？你当国家财产是你家后院的烂白菜啊？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！真钱全都是连号的新钞。一声闷响，合同生效，在绝对的真金军银面前，赵浩南那点可笑的背景脆弱的不堪一击。陈老板，从现在起，东海1号铁壳船就是您的私人财产了，钥匙在抽屉里，您随时可以开走。海叔，拿钥匙，登船。好嘞。从今天起，风浪再也无法阻挡我。陈小果，你以为你赢了？老子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只要你敢出海，老子就死死跟着你。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，你往哪儿下网我就往哪儿下网。老子就像吸血虫一样盯着你，我要把你活活拖死在这片海上，咱们走着瞧。小果，这王八蛋要是真的死皮赖脸跟着咱们下网的坐标可就全暴露了。
那片海里的鱼要是被他抢了，海叔，你知道鬼见愁暗礁群底下为什么叫鬼见愁吗？因为在那片海域，水面下藏着无数像刀子一样的暗礁，除了能够硬扛撞击的纯钢铁壳船，任何木船只要敢靠近下网，海底的暗礁就会像绞肉机一样，把他的网和船一起拖进深渊。既然赵浩南想死咬着不放，好啊，今天我就带着这位赵大少爷去阴曹地府走一趟。去发动引擎，加满柴油，起锚。小果，这船太带劲儿了，这简直就是海上的坦克啊！看看咱们身后，是不是跟了一条甩不掉的尾巴？在咱们正后方不到2海里的地方有一个红点儿，速度极快，完全是咬着咱们的航线在开，绝对是赵浩南。他借了高利贷买了柴油，像条疯狗咬上来了。他要命，但他更要钱。贪婪早就吃空了他的脑子。这孙子不要命了，居然敢把油门踩到底来追咱们，这是铁了心要抢咱们的鱼啊！海叔，传我的话，通知大强和柱子去后甲板，把咱们那张最大最重的主拖网挂到绞车上。小果，现在就挂网，离你说的那个坐标点还有好几十海里呢，万一被浪卷下去，就是要让他看见我们在准备下网。赵浩南不是喜欢抢吗？大强，柱子，去后甲板挂主拖网，声势弄大点儿。他要下网了！陈小果要下网了，我就知道，他往这片深海开，绝对是找到了大鱼群。赵老板，不能再往前开了，前面是鬼见愁海域啊，底下全是暗礁，这木头船碰上就得散架，船吃不住啊！闭嘴！你个废物！陈小果能开，咱们更能开。他都不怕死，老子怕什么？老子今天就算把命豁出去，也绝对不能让他在老子眼皮子底下把钱赚了。小果，他追上来了，速度极快。陈小果，你跑不掉的，你的宝地归我啦！喇叭里的声音被撕碎，却藏不住贪婪。海叔，看左前方，那是东海渔民谈之色变的禁区，一旦卷入漩涡，木船逃不过被撕裂的命运。到了，减速，降半帆，把桥底的液压阀门打开，给我把空转的动静弄到最大。在捕鱼人的眼里，急停，开长声，这就是抛网的信号。赵浩南，你该咬钩了。他停了，他停了，他要在这里下网。这里就是他说的那个黄金坐标，满舵，给我打满舵，从他前面切过去，老子要抢在他的正前方抛网，快快啊！赵老板，不能切啊，距离太近了，会撞船的。不切，老子就弄死你！小果，这王八蛋疯了，他不要命了！陈小果，你的位置被老子抢了，老子赢了！下网，把老子买的最重最大的那张底拖网给老子抛下去，立刻，马上！谁敢慢一步，老子扣光他的钱！赵老板，这水下的颜色不对劲儿啊，黑得吓人，不能下底拖网啊！老子让你下你就下，陈小果都要在这下网，你懂个屁！这底下全是大黄鱼，给我把网抛下去，抛到底！沉，给我沉到底！
把海底的金山全给老子兜上来！小果，他真的下网了。底托网那片水域底下，到底有什么？有什么？有他赵浩南这辈子都还不清的债。拉住了，网拉住了，爆网了！陈小果，你看到了吗？老子一网下去，直接把鱼群的老巢端了，这重量起码有10万斤，还愣着干什么？给老子收网，把这10万斤金条给老子拉上来！加大马力，老子的油不要钱，给我往死里拉！赵老板，拉不动啊！这根本不是鱼，鱼不可能有这么重，再拉下去，脚程会被连根拔起的，船尾要被扯烂了。放屁！这就是鱼！老子好不容易抢来的宝地，还借了高利贷买油，这网底下怎么可能不是鱼？赵浩南以为他撼动了鱼群，但他不知道，他真正拖动的是那艘重达几千吨、死死卡在暗礁间的抗战沉船残骸。拉动了，拉动了，鱼要出水了！小果，那鱼线不对劲儿啊，怎么一点都没收上来，反而船尾越来越低了？因为他的网挂底了。挂底了！老天爷，那底下是鬼头礁，还有一个巨大的钢铁废墟，他是直接把网扔进了阎王爷的嘴巴里呀！进水了，底舱进水了！砍断，快把拉绳砍断，弃网，弃网！陈小果，救我！果哥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果哥，我错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你那儿有液压剪刀，帮我把网绳剪断，船要沉了，我还不想死啊！小果，船要是真沉了，他们活不了几分钟，咱们要不要靠过去剪断绳子？海叔，所有人回到岗位。这片鬼见愁海域的风景，赵大少爷既然这么喜欢，那就让他在这里多欣赏一会儿。转向，满舵，目标东北方向20公里，1号坐标点。陈小果，你不能走，你回来，救命啊！船沉了沉不了。木船的浮力大，他那艘冷冻船的底舱虽然破，但有隔水舱。刚才那一下，最多也就是把绞网机的底座连根刮起，或者网绳直接崩断。他死不了，但那艘船算是彻底废了。全速前进，准备下网。贪婪到了极点，人就成了输不起的疯子。网没全丢，还有半截网在上面，拉，都给我用手拉上来，里面肯定有鱼。他押上整艘船去抢夺的宝藏，不过是海底的一堆烂泥和废铁。我的大黄鱼呢？我的10万斤大黄鱼呢？一条都没有，连根鱼鳞都没有！陈小果骗我，他耍我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停机了？没油了，最后一滴油，刚才倒车的时候全烧干了，咱们彻底动不了了。东海1号钢铁舰身平稳抵达目标海域，这是冷暖长流交汇的核心，也是我记忆中最后的坐标。停船，下双锚。老天爷啊！小果，你看屏幕，你看屏幕！
是大黄鱼群，越冬的大黄鱼群，他们全窝在这里。全员就位，后甲板放主拖网，给我直接下到底。触底，网已张开。这一局，终究是我赢了。好重小果，蒋成吃力了。加满液压油，给我硬拉！小果，你真神了！命运就是如此讽刺，洋流把这艘废船硬生生地推到了我的面前。极度的寒冷、饥饿，加上这如金山压顶般的视觉刺激，瞬间烧毁了他最后一丝理智。那是我的鱼，那些坐标原本应该是我去的。陈小果抢了我的财路，他抢了我的钱。赵老板，咱们求求他吧，给点吃的，把咱们拖回去吧。求他？我赵浩南就算是死，也绝对不会求那个泥腿子。都给老子起来，拿上钩子。他们船上有油，有吃的。还有满仓的黄鱼，把抓钩甩到他们铁栏杆上锁死。赵老板，这是要抢船啊，爬过去会淹死的。你不爬，现在就得冻死饿死。顺着绳子爬过去，那铁船和黄鱼全都是咱们的。扔，给老子扔！哈哈哈哈哈！陈小果。你的船再大又怎么样？老子今天就像水蛭一样吸死你！顺着绳子爬，给老子登船，抢油，抢鱼！小果，他们扔钩子过来了，这群王八蛋要强行登船！住手！小果，不能让他们上来呀！这群人饿疯了，上来绝对会抢东西的。砍绳子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既然赵大少爷这么喜欢玩铁钩连船的游戏，这么想跟我这艘铁壳船绑在一起，那我就让他体验一下，被500吨钢铁巨兽拖着在风浪里狂飙，到底是什么滋味。陈小果，你不敢动我，你船上那么多人看着呢。等老子爬上去，你这一甲板的大黄鱼分老子一半，老子还要抽干你的柴油。小果，他快上来了！对于一艘500级的钢铁巨兽来说，全速前进时的拉力是毁灭性的。停船！陈小果，你个疯子，快停船！小果，干得漂亮，拖死这帮人！停船？你赵大少爷不是喜欢跟吗？不是要把绳子锁死在我船上吗？今天我就免费当一回你的拖船，让你好好感受一下，你那艘破木船到底配不配跟我的铁壳船绑在一起。救命！绳子要断了！赵浩南，怎么不往上爬了？你的鱼就在我甲板上，来拿！陈小果，你可这么对我？我爸是……你爸是玉皇大帝也没用。江苏，收绳！杀你，脏了我的刀。我只是提醒你，你的手再敢往上挪1寸，这根绳子就会变成2截。你可以试试，是你掉下去的速度快，还是我的船开得快？不，我不爬了，我不上去了。求求您停船吧，这木船要散架了，我们不要钱了，我们只想活着回家。小果，果哥，我错了，陈老板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不该撕你的合同，我不该抢你的船，我不该跟着你抢鱼。船真的要散架了，再拖下去这船就要沉了。求求你把船停下吧，到了港口我立刻给你拿钱，多少钱我都给。江苏，停车！停了，他停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不是鱼群，也不是暗礁，
那道弧形光带正以极其恐怖的速朝着我们疯狂逼近，那是气象雷达的叠加信号。小果，那是啥玩意儿？在那一瞬间，我的心脏仿佛被一只冰冷的巨手狠狠捏住，连呼吸都停了。漆黑如墨，无边无际的静谧。那是东海极度罕见的气象灾难，深海狂涌，起码10几米高的超级巨浪正以摧枯拉朽的气势向我们呼啸而来。这种级别的巨浪，铁壳船只要正面硬抗就能活下去，但后方那艘进水过半的木船还被4根麻绳死死拴在我的侧舷上。一旦巨浪拍下，木船翻沉的瞬间，那几十吨的拖坠力会直接拉翻铁壳船。大浪来了，陈小果，快拉我上去，让我上你的船，这船要碎了。不准动！小果，你疯了！浪一拍过来，那破船一沉，能把咱们也拽翻的。这个时候你还管他的死活？现在砍断绳子，赵浩南那艘破船会被瞬间拍成碎片，5个人1个都活不了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被他们拖死吗？不要看陈小果，我给你磕头了，我不想死啊！今天我不杀你，但海神野兽收你，看你自己的命！活下来的人才有资格看着日出。我的老天爷，那不是赵村长家的冷冻船吗？看那破烂样，绝对撞上疯狗浪了。要不是铁壳船拖着，他们全得喂王八。王主任押上了整整5万块公款，那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的一场豪赌。黄毛，搭跳板。小果，陈老板，船回来了，鱼呢？你画的那3个红圈到底捞着没有？海叔，开仓。好嘞。这就是我给他们的答案。老天爷啊！爆仓，真正的满仓爆仓，全是极品大黄鱼，一条起码2斤重，这得有多少万斤啊！发财了！陈小果一把摸到东海的龙王庙了。陈老板，我出1块5一斤，给我留1万斤。放屁，我出2块。陈老板，我带了5万现金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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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在这片喧嚣中，只有绝对的力量才让他们闭嘴。安静，老规矩，价高者得，现款现结，打墙，加磅秤。那是1986年，在那个普通工人月薪仅有30块的时代，我脚下这12万斤大黄鱼换回了整整25万现金。王主任，5万块本金，3000块半个月的利息，1分不少，点清了，把贷款合同的欠条撕了。陈老板，痛快！以后你要是有任何资金需求，信用社门随时为你敞开，额度不设上限。海叔、大强、柱子，过来分红。这一刻，我陈小果不仅仅站起来了，我还要带着我的兄弟们彻底翻身。爸，救我！我差点死在海里啊！爸，是陈小果，他坑我，他把我拖在风浪里，差点把我淹死啊！陈小果，你个小瘪三，反了天了！你敢谋财害命！你把我儿子的船毁成这样，今天这事没完！你信不信我立刻找人封了你的铁壳船？赵村长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你儿子抢我的坐标去深海，网挂沉船底舱破裂，又碰上疯狗浪，是我陈小果冒着翻船的危险，在狂浪里扔下烂绳救了他的命。现在他不感恩，还要在这里血口喷人，大家评评理，这是不是农夫与蛇？陈老板说的对，赵浩南逼我们下网，船破了还想拉我们陪葬。是陈老板发慈悲拖我们回来的，赵浩南在船上还给陈老板磕头求饶呢。你，哼，别你的了，赵村长。按照海上的规矩，远洋拖船救援1万块钱拖船费，你儿子在海上已经答应了，现在给钱吧，1万块现大洋，少1分，这艘木船我立刻扣押。1万块？你抢劫啊！赵村长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，你拖一下就要1万块。半个月前撕毁合同把我们赶下船的时候，他们可没提过乡里乡亲这4个字。现在在我的铁壳船上，规矩我说了算，拿钱。好，
1万块是吧？我给，我回去凑钱。让开！赵浩南，你个王八蛋！出海前在我这赊了5000块钱高价柴油，现在鱼没捞着，船也废了，老子的钱呢？今天不挠钱，老子卸了你的腿！拿钱了，拿钱了！墙倒众人推，当赵浩南失去一切，他欠下的债瞬间如同火山般爆发了。我没钱，我的钱全买网了，爸，你帮我还呀！我还个屁！家里的现金早就被你败光了，没钱就拿船抵债，总共欠下17000块。这艘冷冻船现在就在这当场拍卖。陈老板，您现在财大气粗，要不这艘船您收了？买它？刘老板，你看我这500吨的铁壳船，再看看那堆破木头，这种连发动机都报废、底舱全漏的垃圾，白送给我都嫌占泊位。我陈小果从来不收破烂。刘老板、陈老板说的对，这就是一堆破烂。发动机大修起码3000，船体修补起码2000，这船我当废品收了，最多给8000块钱。8000？我这船当初买的时候花了3万多啊！不卖你就拿现金出来。卖8000就8000。欠我的，他1分也别想少。赵浩南，这船卖了8000，你还欠我9000块拖船费，我限你3个月内还清，否则我见你一次，债主就去你家闹一次。你看，就是他。半个月前，我以为自己是不可一世的主宰，半个月后，我成了全县最大的笑话。这都是他贪婪与狂妄的代价。我终于站在了这片海域的最巅峰。旗锚，加兵，准备卸货。